这是你第10次递交材料了。我说了，你的材料有误。你所谓的配偶是已婚人士，他已经结婚了，妻子10年前就办理了绿卡，你的结婚证是假的。喂，签证官说我们的结婚证是假的。我们的结婚证的确是假，我是跟大嫂领证了，还不是为了能让大哥大嫂的孩子出国念书，接受更好的教育吗？反正你也等了我10年了，你也习惯了。再等几年，等浩浩过了18岁，确定不会被取消国籍，我们再结婚。不用，我对二婚男人没兴趣。通知傅淮安的海外公司给我把他开了，把他的卡也给我停了。薇薇，我没机会了，我这种没背景的人，一辈子只能在那儿窝着。我不忍心看他郁郁寡欢，便偷偷开设了一个专属于他的外派计划。这笔投资换傅淮安一个聘请名额。因为签证问题，我每年只能在这里停留3个月。这10年，我来回奔波，疲惫不堪。M 国的婚姻绿卡审核非常严格，尤其结婚对象是我这样高层技术人员的身份，被打回很正常。明年我们再努力。我一直以为是我运气差，原来是我的枕边人造了假。嫂子，你是怎么拿到的绿卡？大概是我运气好吧。刚刚大嫂知道你打电话来质问我，都急哭了，说要带着孩子连夜退学回国，浩浩都被你吓哭了。弟妹，你要怪就怪我吧，别跟姐闹了。有我在，没人能赶走你们。于薇，我现在让你给他们道歉，听到没有？你道歉！这个绿卡我不稀罕。我就知道你生气了。好了，不用你道歉了还不行？你也是，跟他们孤儿寡母争风吃醋什么啊？我专门来接你的，快上车吧。不好意思啊，薇薇，我今天不太舒服，就坐副驾驶了，你去后面坐吧。签证中心距离市中心18公里，很难等车。他愿意来接我，那我只当他是免费司机好了。季安，后面的车鸣笛呢，我们走吧。柳梅知道你因为绿卡的事情生气，特意请你吃饭，跟你赔不是。不需要，我要回家。听话，等会儿我跟大嫂跟你好好解释一下领证的事情。季安，这个我切不动，你帮帮我。我也要喂，傅叔叔，我要你喂我吃那个。有什么话赶紧说吧。急什么？等我加个红酒，慢慢聊。哎呀，老婆，我带浩浩去洗手间擦一下衣服，你先等等我。小姐，不好意思，我们已经打烊了，麻烦您结一下账，一共15万刀。你非要为难大嫂跟孩子，还不肯道歉，不过是因为我把你宠过头了。现在我把你的卡冻结了，异国他乡没钱付钱，我倒要看看你服不服软，道不道歉。小姐，麻烦你结账。没有钱来这里消费什么，真是丢人。于薇，给大嫂道歉认错，保证以后再也不许提这个事情，否则你就被扣在店里，或者扭送去监狱了。
去给你们的店长打电话，就说于小姐来了。小姐，请稍等。傅怀安把我当成只能依附于他的菟丝子花，可他不知道，我早就继承了父辈留下的产业。父母去世时立下遗嘱，如果我要结婚，必须隐瞒身份。一旦对方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全部资产都会被基金会收走，我每年只能领分红。我知道他们是为了防止我被吃绝家。成绩好有什么用？留校当了老师又怎么样？就是，这名单上的王某某可是副院长的亲侄子，傅前安啊，没背景，注定没戏。微微，我再怎么努力也抵不过人家一句话。给那所海外林校资助一栋楼。大小姐，投资1000万只为了1个名额。对，我要一个联合培养的机会和一个客座教授的岗位，给傅杰安。微微，我会在外面好好打拼，等我出人头地，我就接你来这里永居，我们再也不分开了。其实我根本不在乎什么永居身份，我只想每年不用再忍受9个月的分离。傅前安原来压根儿就没想过让我长久的留在这里陪着他，他的合法身份早就给了柳梅，难怪每一次回来，我都会从 M 国的家里看到一些不属于我的东西，难怪每一次明明还不到3个月，傅怀安就会帮我收拾好行李。微微，机票订好了，让我早点回去。原来是在我不在的那9个月里，我精心布置的房子里有了另一个女主人。于小姐，真不知道您亲自过来了，下面人不懂事，冒犯了您。这位是我们的 boss， 他的账单不用记。凭什么不计较？恶意逃单应该立刻报警，按照当地法规，该10倍追回钱款。是，我明白。傅先生那边的账，我们会走法律程序。傅慧安，有些话你说反了。你一直以来心无介意的欺瞒我，不过是仗着我对你的宠爱罢了。当我的爱没有了，我倒要看看你该落到如何下场。傅叔叔，再讲一个嘛！我要听超人打怪兽那个，你讲的最好听了。行，最后讲一个，听完这一个就得乖乖睡觉，不许赖皮。锦安，特意给你调的，尝尝甜不甜？西安，我专门买的情侣睡衣，我们今晚一起穿吧。微微，太幼稚了，这都是青春期小孩子们才穿的东西。锦安，那套情侣睡衣你收哪儿了？早扔了。我以为你扔了，没想到是穿在另一个女主人身上了。呀，是我们浩浩最爱的大恐龙。是穿在另一个女主人身上了。呀，是我们浩浩最爱的大恐龙。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应该在……怎么，傅教授是觉得我这辈子都回不来了？这是我自己的家，我为什么不能回来？于薇，你有话好好说，别在这吓着孩子。我是跟大嫂领证了。浩浩，好，红颜无忌，孩子懂什么？他只是太小了，口无遮拦。你要是跟一个孩子计较，家，你还是不是人？
好，我不跟孩子计较。子不教母之过，柳梅，这是你该得的。姐，你有完没完了，余薇？我告诉你，我这辈子最厌恶的就是你这种行为。看来今天的教训你还没吃够。姐，别打了，微微可能只是心里不痛快，你别为了我伤了你们的和气。我想起来了，那家餐厅的账单一共15万刀，我早就冻结了你的副卡，你身上应该1分钱都没有。说，你怎么付的钱？你哪来的钱付那15万？姐，你别再逼微微了，弟妹，你就算是跟我们赌气，你也不能这么不自爱去伤害你自己啊！难怪我们刚刚走的时候，那个经理冲着你笑得那么奇怪。微微，你实话告诉大嫂，你是不是跟他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交易？你为了不道歉，为了那点可笑的自尊心，你宁愿出卖身体去换，你就是这样对我的！你真是，你怎么能那样？我傅元安的脸都被你丢尽了！滚出去！现在给我滚出去！你不配待在这里！不是要跟我分手吗？分就分，带上你的自尊，现在给我离开！你。傅慧安，你搞清楚，这里是我的婚房，我1分1毫凑出来的家，该滚出去的人是你们。微微，我知道你当初是出了那么一点钱，可你可能还不知道，这房子的产权季安早在上个月就走完程序，正式转到我名下了。抱歉啊，微微，现在这房子的户主是我，还是麻烦你现在就离开吧。傅慧安，你把我们的婚房过户给了他。季安也是心疼我们孤儿寡母，他说怕我和浩浩一直住在别人家里会不习惯，没归属感，所以干脆把房子过户给我。他说这样我就能在 M 国有一个真正的家了。大嫂这些年不容易，名义上这只是个住所，你何必斤斤计较？傅寒安，你怎么敢呢？这是我们的婚房，是我为了让你能在海外有个安稳的家，跑细了腿，熬透了夜，一点点装修出来的。每一块砖，每一盏灯都是我的心血，你竟然把它送给别人！我为了你放弃了一切，你就是这样对我的。你说过会爱我一辈子的。你有完没完？说这些废话有什么意义？我说了，大嫂和孩子需要安定。现在这房子是柳梅的，房产证上写的是她的名字。你说再多也没用，这就是事实。微微，既然也是为了我们好，你就别让他难做了。给我来几个人，地址我发你，马上。于伟，你还装什么装？你该不会是被刺激疯了吧？我再说一遍，你的副卡已经被我冻结了。现在的你身上连1分钱都没有，在这异国他乡，你连出租车都叫不起，能叫谁来？叫几个流浪汉来陪你演戏吗？微微，我知道你一时接受不了，心里有气，可事情已经这样了。海安也是心疼我们孤儿寡母没个落脚的地方，才会把房子过户给我。他这人最是重情义，你就别再让他为难了。傅先生、傅太太，是有什么麻烦吗？需要我们帮你们报警吗？没事，惊扰到大家了。这位是我们的朋友，他最近家里出了点事，非要赖在我的房里不走。既然是朋友，怎么能这么不要脸？人家主人都开口了，还赖着干什么？柳梅，看她穿成那样，一副丧气样，果然是底层人，丑陋的女人，还不快点滚出去！这里是高档社区，你还觊觎我们这搞少女鱼师的话，会员是鱼臭味们的。傅教授，傅教授，于伟，你也听到了，现在连邻居们都看不过去了，你走吧。这女人真不要脸。就是，
现在已经不是你道个歉就能解决的事情了。你已经脏了。微微，女孩子家名声最要紧，你怎么能为了点钱就……淮安也是为你心痛。35万刀。你说什么？什么30万？这套房子的总价当初是70万，首付和装修我支付了一半，所以你付的那部分钱一共是35万。那又怎么样？房产证现在是大嫂的名字。傅清安，这35万我还给你，我还给你。你要怪就怪我吧，别跟姐闹。于伟，别在那说这些痴人说梦的话，还给我35万，你疯了吗？你看这沙发，这柜子，哪样不是我买的？当初为了凑齐你那一半的35万刀，你不知道背了多少年贷款，省吃俭用了多久才勉强凑齐。你现在身上连打车的钱都没有，你上哪儿变出35万还给我？做梦也得有个限度。微微，淮安也是怕你走投无路，只要你肯认个错，咱们还是一家人，你何必非要撑这没用的门面呢？你好，是移民局吗？我是傅回安 ，M 国外聘高级顾问，我要举报一个人于威，他涉嫌伪造身份证明骗取婚姻绿卡。对，我有确凿的证据，他现在就在我家里赖着不走，严重威胁到了我以及我家人的安全，麻烦你们立刻派人把他带走。微微，你看看，事情闹到这一步，全是你自找的。明明只要你道个歉，哪怕是点个头，这一切都可以解决。明明我都跟你解释过了，大嫂和浩浩不容易，只要等浩浩上了大学，等他们在这里彻底安稳下来，我名额空出来了，不就可以立马给你领证了吗？你为什么非不肯呢？10年你都愿意等了，为了我们以后的生活，再等10年又如何呢？原来我的10年都浪费在这样一个自私自利、毫无底线的男人身上。微微，这是我最后能为你做的了，只要你现在点头，保证以后再也不提我和大嫂领证的事情，就当这事从没发生过。我可以立刻给移民局的人打电话，解释说刚才那是一场误会，是我报假警。我知道你这些年一个人在国内来回奔波很累，不想过那种日子了。我向你保证，以后每年大学寒暑假我都回国陪你。在国内，没人知道这里的事。我们可以像以前一样，像真正的夫妻一样生活。只要你听话，别再闹了。微微啊，你还是别倔强了。既然这都是为了保全你，你知不知道，如果等会儿移民局的人真的把你带走了，非法骗取绿族在那边是重罪，你不仅要蹲10年的大牢，还要面临几10万刀的天价罚款呢。今天那餐厅的账单，兴许还能靠那个经理私下帮你搞定，可监狱的罚款账单，你总不能还指望那样去解决吧？于威，你说话啊！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于威，这是我给你最后的机会，你现在立刻点头答应，我就出去打发他们离开，保你平安。你要是再这么执迷不悟，我只能让他们把你带走了。你给我滚开！就是他，就是他！给我砸！啊！这个房子给我砸烂了，1寸都别留。于威，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你这是入室行凶！你疯了！
35万。傅回安，你刚才不是想要这笔钱吗？在这里了。傅回安，你给我记住了，我的东西就算是当场砸烂了，也绝对不会留给你们这两个恶心的东西。砸了还不够，给我上炸药！我要把这个脏了的婚房彻底夷为平地。余威，你疯了！我可是 M 国外聘的高级顾问，我是重点保护人员，你敢动我，你这是在作死！警署的人马上就到，你会把牢底坐穿的。这里，快过来！我就是傅西安，我是 M 国外聘的高级顾问。这个女人是个疯子，她不仅伪造身份骗取绿卡，还雇佣这些来历不明的暴徒对我进行非法拘禁和恶意威胁。你们看，她竟然炸到了我的房子！是啊！她这种社会危险分子应该立刻入狱，终生监禁！你们快把她抓走，现在就铐上她！余威，你这个毒妇，你敢害我！妈妈，你别得意，你以为你赢了吗？你现在不过是在负隅顽抗罢了。怀特先生，怀特先生，是我是傅吉安。上个月你不是还盛情邀请我说希望我的研发团队能够为你们安保系统进行升级吗？怀特先生，就是这个女人，她在这里嚣张跋扈，无法无天。作为 M 国的重点保护人才，我要求你们必须要用最严厉的手段严惩她，送她去地狱。傅先生，怎么会是您？您这样高级别的科研顾问，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危险的地方，还搞成这副样子？怀特先生，您来的正好，就是这个疯女人，她因为嫉妒和偏执，精神彻底失常了。她不仅雇佣了一群身份不明的暴徒，强行闯进我的私人领地，甚至疯狂到在闹市区动用炸药，把我的房子炸成了平地。怀特先生，救救我们！他要杀了我们！傅先生，在我们的国土上，绝不允许这种野蛮的行为存在。把这些人全部控制住，一个都别放过。这个女人一起带走，她涉嫌雇佣非法人员，恶意破坏公共安全，并对重要科研人员进行人身威胁。这些罪名足够她在监狱里反省很久了。上车。微微，走到这一步，你真的不能怪我。本来我只是想吓唬吓唬，让你知道离了我你什么都不是。只要你肯服软道歉，不计较我和大嫂领证，这事儿就过去了。可你偏偏要作死，放火砸房，肆意撒野，到今天全是你自作自受。怀特先生，这些人也是他带来的，我怀疑是餐厅经理找来的流氓地痞，他们都是余威的人。余威为了省下15万餐费，和这些底层人做了肮脏勾当，这件事必须彻查到底。傅先生放心，在我们的土地上，像您这样对科学有杰出贡献的专家，您的安全我们一定会维护到底。这种目无法力、雇佣暴徒的危险分子，我们绝不会轻易放过。那就拜托怀特先生了，我和我的家人今晚真的受了太大的惊吓。把人全部带走，一个不留。
静安，没了，全都没了。那是我这辈子住过最好的房子。大火一烧，我们连换洗的衣服都没带出来。这深更半夜的，我们以后住哪里？我们要流落街头了吗？我不要住外面，这里好黑好臭。我要我的大床，我要我的游戏机，我要回家。妈妈，我要回家。余薇那个疯女人，她以为毁了这里就能让我就范。别怕，梅儿，不就是一套房子吗？不就是一套房子吗？炸了就炸了。这种沾过那个女人晦气的房子，没了也好。爸爸答应你，很快就带你们住进更大、更漂亮的花园别墅。房子没了，再买就是了。对我来说，这算不了什么。可是，静安，那已经是我们全部的积蓄了，那是我们唯一的房子。在 M 国买房，手续那么复杂，这么多钱。跟我走，我带你们去新的住处。刷掉了，这些年的积蓄，一分没留。静安，数百万美金啊，这太贵了。我们明明可以先找个公寓住下的，你把所有积蓄都投进去，万一失败了怎么办？没有什么万一。余威那个疯子想看我们流落街头，想看我向他摇尾乞怜，我偏要让他看看，离了他，我傅群安能给你更好的生活。你和浩浩值得这世界上最好的东西，谁也别想看我们的笑话。静安，你对我太好了，我原以为这辈子只能躲在阴影里，没想过你真的能给我一个这么大的家。这些年，为了我的名声，为了浩浩的学业，是我亏欠了你和浩浩，以后再也没人能让你们受委屈。就这么回去。妈妈来了！我去，这才是真男人啊！前脚房子被炸，后脚立马给老婆买个更大的。副教授太顶了！这种疯子就该关一辈子，别放出来祸害社会。等他进监狱，我第一个找人去里面教育教育他，让他知道破坏别人家庭的下场。听说了吗？那个放火的疯女人得了严重妄想症，还找流氓去炸人家的婚房，简直丧心病狂。这种学术界的耻辱必须严惩。听说他已经被安保局抓了，活该，建议终身监禁。梅儿，站过来一点，笑得再自然些。家人才是我最重要的责任。看人家傅教授这格局，这才是模范丈夫啊！哎，那个余威这辈子算彻底完了，得罪了傅教授这种有身份的人，又背了刑事案子，谁也救不了他。全天下都在看他的笑话。静安，你快看手机，今天网上全是你的新闻，
大家都在说你是百年难遇的有情有义好男人。这种时候，大众总是站在强者和正义这一边的。余威那种疯子，注定会被唾弃。季轩，谢谢你，谢谢你顶着那么大的压力，给了我和浩浩一个真正能见光的家。那我以后在外面是不是可以直接叫你爸爸了？不用再在别人面前喊你傅叔叔了，对不对？当然可以。浩浩，以后爸爸就在这儿，这些年委屈你们了。以后我们一家三口好好过日子，再也没人能打扰我们。金川，只要能跟你在一起，受再多委屈我也认了。爸爸，为什么还不上菜啊？我就吃了一口肉，肚子还是瘪的。这里的办事效率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低了？可能是因为今天客人比较多吧。我要吃牛排，我要吃那个最贵的血鱼，快点上菜呀！服务员，麻烦过来一下。我们点的主菜已经超时20分钟了。作为5星级酒店的餐厅，这种效率是不是太低了点？女士，请稍等。这种服务水平，等会儿我会直接找他们的总经理投诉。梅儿，别坏了兴趣。坏事成双。那是昨晚那个，那不是执法队的制服吗？出什么事了？那个男人好像是刚才热搜上那个豪掷1000万买房的副教授。傅先生，很抱歉打扰您的雅兴，但身为绅士，想必您不应该忘记为父的债务。你竟然敢带人追到这里，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当然知道，您是豪掷1000万买别墅的傅晴安先生。既然您这么有钱，那么您之前在我们连锁餐厅消费的15万美金，至今未支付。根据法律程序，我们已经申请了协动。傅先生，请您现在结清账单，否则我们只能请您换个地方说话了。傅怀安，那不是刚才热搜上那个豪掷1000万买房的科研大拿吗？是不是那个很有名的科研顾问？不是说年薪几百万美金，厉害的不得了吗？厉害到吃饭还要逃单，15万美金都不肯付，那豪宅该不会是租来摆拍的吧？你们是一伙的，对不对？你们酒店和昨晚那家店串通好了，就是为了在这儿羞辱我。你们也要帮着余威那个疯女人，她给你们多少钱让你们来演这出戏啊？你们这些看热闹的也挺好了。余威那个女人因为雇佣暴徒恶意纵火，现在已经被关进看守所了。她进去了，她这辈子都出不来了。你们居然还在信她的鬼话！傅先生，您的私人恩怨我们不感兴趣，我只知道您享受了服务，却拒绝支付对等的报酬，请您先支付账单，否则为了维护我们连锁集团的利益，我们只能按照法律程序处理，当场对您采取强制措施。傅教授，既然买得起1000万别墅，这15万小钱就赶紧付了吧，别在这丢我们学术界的人了。刷卡。傅先生，请确认。怎么可能？这是我的主卡，再刷一次，肯定是你们的机器坏了。这不会是真的没钱吧？1000万别墅都买了，
15万卡里都没有。刚才那豪气劲儿哪儿去了？不是最年轻的高级顾问吗？刷这张，还有这张，我卡里有的是钱。这不可能！哎呦，傅教授，您这千万豪宅怕不是纸糊的吧？连顿饭钱都付不起，真是开了眼界了。喂，我是傅清安，为什么我存的卡全部刷不了？立刻给我查，我正等着付账。傅先生，您的账户已被冻结，目前无法进行任何交易。冻结？你知不知道我是谁？我卡里有几百万美金的科研补贴，谁有权利冻结我的资产？傅先生，经核实，您所持有的卡片仅为该账户名下的附属副卡，这张卡的持卡人并不是您，账户已于10分钟前被卡主本人永久冻结。胡说！这是我的专属卡，名额是直接发到我手里的，哪来的什么卡主？你是不是搞错了？抱歉，这是账户所有人的权限操作，我们无权干涉。再见。公司财务吗？我是傅金安，我现在在酒店系统出了点问题，立刻给我账户里预支一笔研发费用15万，马上。喂，说话听到没有？原来是刷别人的副卡呀，装的倒挺像回事，还专属卡呢，连主权都没有，吃软饭吃出幻觉来了吧？不对，我还有公司，还有团队。傅先生，公司刚才已经下达了正式文件，您已经被公司解职，即刻生效。解职？你们疯了！我是核心顾问，您的所有权限津贴已被全部取消。另外，您的科研团队核心成员已联名签署了声明，正式将您除名。傅先生，请自重。傅先生，既然您的电话已经打完了，请支付账单。我们不希望在这样优雅的场合动用安保力量。刚才不是还豪掷千万吗？怎么现在连个响儿都听不见了？这种人我见多了，刷副卡的提鞋冒篓罢了，主子一断粮，立刻现原形。把包给我。什么？包给我。还有手链。姐，这是你上个月刚送我的生日礼物。见底呀！你还要让我丢脸到什么时候？傅先生，我们会请专业鉴定师进行现场记录。如果您在1周内无法结清余款，这些物品将进入拍卖程序。天啊，我没看错吧？当场摘首饰抵债，这种戏码居然能在这种档次的餐厅看到，太丢人了！你们看热搜了吗？刚才晒豪宅的时候多威风啊！我以为是什么顶级豪门，原来是个连饭钱都付不起的穷鬼。这年头装大头算的真多，这种男人白送我都不要，虚伪的让人反胃。傅先生，抵押手续已办妥，请您在规定时间内赎回。姐，走，走走。有的是。傅安平，你跟我说实话，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你的卡全部都刷不了？为什么连你的公司也要把你解雇？我这辈子都没丢过这么大的人，为什么连你的公司也要把你解雇？我这辈子都没丢过这么大的人，他们都在笑我，都在骂我。你不是说一切都安排好了吗？你不是说你能给我和浩浩最好的生活吗？还有刚才在餐厅，那么多人看着，你知不知道那些名媛平时是怎么笑话我的？今天以后，我柳梅在 M 国彻底抬不起头了，简直丢死人了！我不要在家里吃冷
安静一会儿行不行？闭嘴，让我想想是怎么回事。想什么？还有什么好想的？你的卡突然被冻结，公司当众把你开除。傅怀安，你当初是怎么跟我保证的？你不是说你是最年轻、最不可替代的外聘顾问吗？你不是说这一切都在你的掌控中吗？怎么一眨眼就变成这样了？我说了，给我时间。这都几点了？谁这么没规矩？季安，是不是你那些追随者找过来了？你们找谁？大半夜的，知不知道这是私人住宅？傅怀安先生，晚上好。我们是银行与资产管理委员会委派的清算律师。清算？什么意思？我刚买下的房子，你们是不是搞错了？你什么意思啊？根据银行系统的风险调查，您今天下午购买这栋房产所支付的数百万美金，资金来源全部来自一张尾号为9988的副卡账户。根据最新记录，该副卡资金的主卡持顶人已于1小时前向全球资产管理局正式提出申诉。对方申诉，这笔数百万美金的支出属于未经授权的非法挪用，对方并不承认这笔交易。胡说！这简直是荒谬！那张卡我已经用了10年了，这是我自己的卡，我的补贴、我的奖金全在里面。哪来的什么申诉？这房子是我傅回安的名字，这是我自己的钱。很抱歉，傅先生，法律不看您的主观愿望，只看资金链的真实属性。这笔交易涉及金额巨大，且资金来源已被认定为非法挪用及非授权使用。根据 M 国资产保护法，这栋房产将被暂时查封回收，请安保人员执行。证了，我们是银行与资产管理委员会委派的清收律师。你们干什么？这是私人住宅，你们懂不懂法律？这里是我们家，我们刚搬进来，你们不能这样，这是我们家。这是我的房子，我签的字，我付的钱，你们凭什么封？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傅先生，请你冷静一点。请你冷静一点，我们是依法执行公务。根据银行系统的全量流水记录显示，过去10年间，您名下的所有消费，包括您名下的实验室租溜链，所有的奢侈品支出，甚至您现在身上这套西装，几乎全部来自这张尾号为9988的副卡账户。而就在刚才，该账户的唯一合法卡主已经向全球资产管理中心提交了全额追回申请。也就是说，过去10年您挥霍的每一分钱都被定性为非法侵占。傅先生，由于涉案金额极其巨大，您最好现在就开始准备偿还这笔天文数字，否则这就不再仅仅是房产纠纷，而是将构成足以让您终生监禁的重大金融犯罪。10年，这10年的钱全是要追回的债。不关我的事啊！律师先生，你们抓他，都是他要给我花的，是他口口声声说这些钱是他赚的补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是被他骗了。卡住？哪来的卡住？这不可能！这就是我的卡，上面写着我的名字，这是我应得的科研补贴卡。对，我想起来了，这是外派机构给我办的卡。对，没错，是他们当初给我安排的。我这就打电话问清楚，我要让你们知道，我傅杰安不是靠女人养的废物。喂，听着，我是傅建安，你们必须立刻给我出面澄清。当年是你们给我的外派名额，也是你们亲手把那张银行卡交给我的。傅先生，事到如今，你真的不知道那张卡到底是谁给你的吗？你什么意思？傅先生，看在往日的情分上，我最后提醒你一句，有些恩情你受得起，却还不起。
听到了吗？那个炸了房子的疯女人，居然是于氏资本的神秘画作人。不是说他是骗婚绿卡的底层人吗？他居然要公开露面了！于氏资本投资人，这不可能，这怎么可能？我们是银行与资产管理委员会委派的清算律师。于小姐，根据安保局消息，你昨晚不是被带走强制调查了吗？为什么你会出现在这里？请解释一下，为什么傅行安教授的团队会全员出现在你的身后？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傅教授被除名是否与你有关？大家好，我叫于薇。除了这个名字，我还有几个身份：于氏资本主要投资人 ，M 国多家科技公司的幕后控股方，同时，也是傅怀安教授骗婚10年的对象。于小姐，既然你是投资人，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现身？关于骗婚，你是否有确凿证据？过去10年，傅怀安名下所有的科研项目、顶尖实验室设备，乃至他整个研发团队的运营经费，全部来自于氏资本。可这10年，他却拿着我的钱，伪造结婚证又骗我，甚至在我每年回国的那9个月里，他在国外拿着我的供给费和所谓的岛生活在一起，简直是学术界的奇耻大辱！傅勤安居然吃绝户吃到这种地步！于小姐，根据您的爆料，傅安教授涉嫌严重的骗婚行为，这件事您有法律文件支撑吗？既然您是于氏资本的投资人，那傅安这些年风光无上的绿卡身份，到底是靠什么手段拿到的？关于那位柳梅，她真的只是傅教授名义上的亲属，还是他一直以来供养的其他人？今天这场发布会，除了说明事实真相，我还有2件事要宣布。第一，于氏资本即日起终止所有对傅平安相关项目的投资，同时，我以于氏资本的名义建议行业内所有合作机构即刻停止与傅平安的一切合作，任何继续资助其研究的机构都将被列入于氏资本的黑名单。第二，我将正式启动法律程序，追回过去10年间傅怀安通过我名下副卡所使用的全部资金。这些钱包括但不限于他在 M 国的全部科研经费，他在那栋豪宅里的每一笔生活开销，他违规过户的房产，以及他给柳梅购买的所有奢侈消费。经过精算师统计，这笔资金的总额大约为9700万美金。9700万美金！傅怀安不仅骗人，还侵占了这么多资产吗？于小姐，请问这笔巨款您是否有信心在法律范围内全额追回？仅仅不到1周的时间，曾经那个意气风发的学术新星，在学术圈内变成了一块人人避之不及的朽木。他的名字正从所有学术期刊项目名单里彻底蒸发。你当初带我来这儿的时候是怎么说的？你说这些钱都是你辛辛苦苦赚的科研补贴，你说你有的是能力让我过人上人的生活，现在那是9000万美金的债，9000万！你拿什么还？你现在被全行业封杀，连工作都没有了。你骗我！傅贤，你这个彻头彻尾的骗子！要不能资金还走吗？你给我还走！闭嘴！啊！你居然还敢吼我！傅怀安，我告诉你，这烂摊子你自己收拾吧，我要跟你离婚！我才不要跟你这种背了一屁股债的人在一起！好好，跟我走！离婚？柳梅，你是不是忘了，你现在能在 M 国站稳脚跟，靠的是谁？你好，是移民局吗？我是傅怀安，我要撤回一份针对我所谓配偶的绿卡担保。你疯了！
傅怀安，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绿卡撤回操作已正式生效。你以为你现在能站在这儿，能在他们面前显摆？那张绿卡是谁给你的？是我傅建安给你担保的。你想离婚，想带着钱走？行啊，你从哪里来的就给我滚回哪里去，回你的老家去。既然这儿留不住我，你也别想在这儿待1秒钟。傅怀安，你这个疯子，还要毁了你儿子吗？啊！我后来才知道，所谓的嫂子，从头到尾都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柳梅根本不是他的嫂子，而是他在老家明媒正娶的媳妇。他看上了我本地人的身份，为了能在这座城市扎根，他瞒天过海，隐瞒了柳梅的存在，骗我谈了整整10年的恋爱。他拿着我的钱飞黄腾达，背着我把妻儿接到国外，心安理得地做着坐享其人10福的美梦。太脏了，真恶心。10年的光阴，哪怕是拿去喂狗，10年的光阴，哪怕是拿去喂狗，狗还会对我摇摇尾巴。去发布会，既然他喜欢演戏，那我就送他一场举世瞩目的谢幕礼。滚！别再让我看见你！亲爱的，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只要一张绿卡。好，我是为了你。那张脸在路灯下隐约显露，正是傅静安。他因为金融欺诈和诈骗记录，被 M 国终身朗黑，无法回国，只能在这里像阴沟里的老鼠一样苟延残喘。于小姐，从当年的个人投资人到如今北美科技基金的执掌者，你走过了辉煌的10年。回首往事，请问你后悔过吗？后悔什么？后悔花了10年时间，去喂了一条不认主的狗吗？不会，因为从那天开始，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我再也不会浪费1秒钟的时间去爱一个不配的人。